大家好，今天教你一个妙招，让你到了70岁、80岁依然能健步如飞，腰腿强壮有力。你愿意每天坚持吗？那这一套动作呢，被称作脚趾上的长寿功，也是我线下的每一位学员，不管你有没有练习基础，还是多大年龄，我都会教的一个动作。那我们这儿呢，也有一位80多岁的老大夫，每天都会坚持练习这个动作。据他所说，从来没有腰疼过，而且走路腿脚非常有劲儿。为了让咱们都能有一个更好的身体，到了晚年有更好的生活质量，从现在开始就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。在动作开始之前，大家记得圈个3连，为自己保存，以方便咱们以后随时翻看。那咱们之前的视频里呢有讲过，如果想看一个人的身体素质好不好，你就去跟他握握手。如果这个人的握力有穿透性，很有劲儿，那说明他的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的。那如果你想看一个中老年朋友他的腿脚好不好，你就去看一下他的脚趾。另外，走路呢平衡与否与脚趾也有很大的关系，并且他们的脚趾上有很多人体的反射区，联系着我们的5脏6腑、形体百骸。所以呢，经常听到有人讲，脚趾经常去锻炼，对于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把他们的脚趾头这样翘起来，去跑步，去跳高，就是你的腿再有力气也发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咱们这个脚趾对于我们的人体真的是非常重要，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。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套就是有关脚趾上练习的好方法。中老年朋友每天泡完脚之后，建议一定要去做一做。那咱们首先呢，把双腿伸直，然后去做一个转脚踝的动作。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？那脚踝呢是咱们身体上的一个泵，先这样让我们脚上的气血给它疏通开，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动作。做完这个以后，我们把脚趾用力的向下去握，把它们聚拢在一起，让每根脚趾之间好像连水都流不出去，用力的向下握紧一个拳头。那这个姿势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去疏通头部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睡眠。尤其是晚上睡不好的朋友，可以多多去练习这个握脚趾的动作。然后咱们慢慢的把它放松，还原掉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调整一次呼吸，然后把我们的脚趾全部向外打开，让每根脚趾呢都不挨着，用力的张到最远的方向。每一根脚趾呢都给它分开，越开越好，说明你的经络越畅通。保持3次呼吸的时间之后，我们慢慢的放松掉10根脚趾间。然后咱们最后一个动作呢是剪刀，让我们的大脚趾向上去翘，然后其余4脚趾呢向下去握，感觉像剪刀一样。那这个练习对于我们平时腰椎不好、有腰肌劳损或者腰部有亚健康的朋友是非常友好的，可以经常呢去练一练这个动作。这3个动作练习完之后呢，为了更好的锻炼脚趾，我们可以备上一款这样的脚趾训练器，给大家圈出来。家里没有的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橱窗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脚趾上的经络彻底的打开，对于脚趾没有抓握力、紧张的朋友非常受用。那接下来大家看一下怎么去用。我们首先用脚给它穿上，如果穿不进气呢，就用自己的手去做一下辅助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，如果这个动作能够顺利的做完，说明你的腿脚是非常好的。当你能够顺利穿上去以后，我们穿着它呢去做一个抓握的训练。很多脚趾上筋膜比较紧的朋友，这样去做的时候会觉得脚趾上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，建议这个阶段要练习3到4天，再进行下一个阶段。这个步骤熟悉以后，我们紧接着去做抬脚跟的训练。训练器让它着地，做抬脚跟的练习，去练习到我们足背的一个力量，同时呢也能够练习到咱们的足踝。就这样的一个小动作，你去练习上个1到2周，不但能够感觉到自己的腿脚充满了力量，而且对于经常失眠的朋友有很好的帮助。在咱们中医里面呢，有句老话叫做头痛医脚，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咱们头上很多的问题可以在脚上找到相对应的反射区。如果你经常的头痛、
头晕、脑供血不足，还有记忆力变差了，经常的健忘。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脚趾的训练来改善。所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如果是经常久坐、腿脚没劲儿的人，一定要多做一做。为了我们上了年纪以后也能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，想去哪儿拔腿就走。那在视频的最后呢，为了感谢大家长期以往的支持，我会继续送出3个脚趾训练器。怎么得到呢？需要3步。第一，关注我，成为我的粉丝。那第二，点赞收藏，把本条视频保存下来，坚持练习。第三，评论区留言，我会在留言区选出3条优质评论，送给3位幸运的粉丝朋友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坤坤，关注健康更会宠粉，明天见。